为什么人治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社会很难进入法治社会的文化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说禅宗是外来佛教的本土化变异？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形而上学的猖獗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这个十分形而下的文化，对待抽象原理的态度，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简单的翻译是：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扩大。在中国文化中，甚至连比较玄的道家也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认为道可以去体会，不可以将它做分析。中国文化认为，即使是天道，也必须是能在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体现的事物，而不应是一种过分超离生活现实的抽象原理。对这样的原理，就根本连谈都不用去谈它，更别说让它去指挥人的生活了。这个倾向与中国人脑部中层比大脑皮层左半球更发达有关，感情的部位甚至被中国人当作是天理、心即理。因此，能否和合社群、团结人、被大家接受，就变成了检验一套思想真伪的标准，其认知价值反倒退居其次。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相信人的因素第一，并且认为只有人在社群中的实践行为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形而上学的猖獗。因此，中国人对过分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是不太感兴趣的。这个因素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不发达的。在新教文化背景的人与中国人之间，如果教育水平是相当的话，新教文化背景的人对抽象分析的理解力往往比较敏锐。有时与他们谈论抽象的理论，即使你的推导过程很快，他们也能够追随。如果你的分析很独到的话，他们还会觉得很刺激。相反，在抽象思维方面，中国人的反应有点近似于南欧拉丁文化背景的人，对快速的推理追随比较慢。对南欧人士来说，是因为心理景色中的密实感，使他们的思维没有那么空灵，而比较倾向于感性。对中国人来说，则是因为心灵意象的形而下取向。的确，传统中国文化并不能产生科学理论，而只能产生一些经验性的技术，比如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等等。中国人即使在实用技术方面贡献良多，传统的中国机械图形都是根据实物而画，机械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也都是因图而异，从无统一的规格。事实上，就根本不像西方机械绘图那般，用许线估格标识出理想的比例。中国的机械图形一切都是那么落实，那么具体，那么形而下，就如同人在人际关系中，中国人不能从具体与特殊化的等级与层次系统中抽象出超然的人格那般。因此，中国人也只能搞人治，目前还搞不了法治。的确，中国人不喜欢过分执着于抽象的原理，这个倾向甚至还反映在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中。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宗教迫害，传统时代只出现过3次，也是基于政府的经济动机，并不是像西方那般因为1-2个神学概念的论争，就将异端者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然而，中国思想家常常提倡儒释道3教合一，明明是理论框架完全不同的3套东西，却认为可以像菜肴的3种佐料一般炒成一盘菜，这分明是和合倾向在发挥作用。的确，和合是中国人的优先考虑项。为了避免一人则一义，十人则十义，搞到人与人之间离散而不能相和合，包括对抽象原理在内的其他事物都宁愿被牺牲。这并不等于说传统文化是宽容的，它只是在理念层次上采取无所谓态度。在文化行为上，和合性则造成要求人人统一的压力。在传统文化中，对行为的强调远远超过思想。例如，原始的儒家思想就没有什么形而上学体系，也没有宗教形式的教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就是将知融入了行中，因此并没有独立于行之外的知，不像斯宾诺莎那样用几何原理去论证伦理学，
或者如康德那样用理性批判去架构道德哲学。不注重抽象原理的作风固然可以使人的行为富有灵活的弹性，但是也很容易导致机会主义。的确，在中国人的身上，这两种行为的界限是不太明朗的。形而上学的猖獗，中国人虽然不喜欢执着于抽象原理，却不等于说他们不善于抽象思维。他们对于抽象思维只是不喜欢，而不是不能。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2次形而上学猖獗的时代，这2次都是本身的文化发生危机，令人对它失去信心，又适逢外来文化侵入而造成的。而且因为本身的文化在抽象思维方面很虚弱，在拥抱这种全新的事物时，就会演变到猖獗的田地。第一次是五胡乱华时代的佛教传入，这种完全出世的思想令当时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人疯癫一时。这一次的猖獗在思想成果方面却也收获丰富，中国人将印度的佛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理论贡献方面也造成了世界佛学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不只是大量地丰富了本身的文化遗产，而且还增添了人类的思想宝库。像华严宗与法相宗一类的佛理是既抽象又深刻的，而且也相当繁琐。因此也就证明中国人并非不善于搞理论，只是不重视。然而中国人对佛学的最后一次创造性的贡献却是禅宗，而禅宗所体现的则是中国本土精神的全面复辟。他不只是主张烧掉经书，不搞理论，而且还认为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去体验禅机，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印度文化产品的佛教是只重视彼岸而不重视此岸的，但是到了中国人手里，居然可以将彼岸完全打掉，只剩下此岸。如果想从根本上跳出教条主义的中国式现实主义的两难形势，就必须让每一个中国人真正的去发展抽象思维，去注重原则性的思想，同时又不应该让国家去包办这种活动，尤其不能让他为了现实政治考虑去这样做。因此说穿了，唯一的出路仍然是必须搞个体化与多元化。今天的读书分享就暂时告一段落，下一次我们分享这本书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专题。